我们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积蓄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到底给自己攒下了多少真正的福气？活到我们这个岁数，身体就像台老车，3天2头得进厂维修。家里的那本难念的经更是让人心力交瘁。我们总以为拼命抓紧金钱，要求儿女，就能换来晚年的安稳，结果却是越抓越焦虑，越求越心酸。别灰心，真正的福气从来都不是向外求来的。今天我会与你分享观世音菩萨赐予我们的3把金钥匙，尤其是最后一把钥匙，它能瞬间化解你身上最重的病痛与烦恼。只要你在生活中照着做，你会发现，消除大半辈子的业障，迎接福报，其实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。佛法里有一个很核心的观念，叫做向外持求，全盘皆落锁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深，但道理很简单。打个比方，就像是你拿着一个破了洞的杯子去接水，你以为是你接的水不够多，于是你拼命地跑到各个地方去求菩萨多给你一点水。你换了一个又一个的水龙头，换了一间又一间的庙宇，但你始终没有发现，真正的问题出在杯底的那个破洞上。只要破洞还在，菩萨给你再多的甘露，最后也都会漏得一干二净。这个破洞就是我们的业力与执念。很多人以为福报是求来的，是靠烧香拜佛跟佛菩萨交换来的，以为今天捐了一点香油钱，明天菩萨就应该保佑我股票赚钱，保佑我孙子考上好学校。但真正的佛理告诉我们，福报从来都不是向外求来的，而是当你向内关照，把心里那个业力的破洞补起来之后，原本就属于你的福气，自然而然就会积累起来。这也就是佛学里常说的，从外求转向内证。观世音菩萨有一套极为慈悲的消业秘法。今天我们不谈高深莫测的经文，我们就来谈谈你我每天都在经历的生活。如果你在最近的日常中开始出现了以下这3种看似微不足道却无比重要的心境转变，那么恭喜你，这代表你的业障正在被转化，你生命里的大福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第一种心境，我们称之为随缘心，这意味着你不再纠结生命中的恶缘，这正是你业力债务即将结清的信号。我们活到这个岁数，大半辈子过去了，谁没有受过委屈？想想看，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打拼，为了买一间遮风避雨的房子，什么苦都吃过，什么气都受过。到了现在这个年纪，本以为可以享享清福了，却发现生活里还是充满了各种难以言喻的考验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我们生活里最常见的场景，很多长辈辛辛苦苦拉拔几个孩子长大，好不容易盼到孩子成家立业了，自己却因为好心帮忙带孙子，受了一肚子的委屈。你每天早上5、6点天还没亮就起床，推着菜篮车去早市，挤在人群里挑最新鲜的鱼肉，回家还要熬大骨汤，打扫房子，洗全家大小的衣服。结果年轻人下班回来，不但没有一句温暖的感谢，反而嫌弃你煮的菜太油不健康，嫌弃你带孩子的方式太老旧，甚至嫌弃你把家里弄得不够干净。那种时候，你的心里是不是觉得特别酸楚，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吞？你会想，我把大半辈子的青春和金钱都给了这个家，我出钱又出力，甚至连退休金都拿出来帮你们付房贷，为什么换来的全是嫌弃和指责？又或者你遇到了兄弟姊妹之间分家产的问题，长年以来明明是你守在生病的父母床前，把屎把尿地照顾了10几年，带父母去医院排队看诊的总是你，结果父母一走，
那些平常连除夕夜都见不到人影的亲戚，突然全都跑出来了。他们拿着法律条文，字字句句都在算计，甚至在外面放话抹黑你，说你早就偷偷把父母的钱藏起来了。面对这些亲情里的背叛，面对这些毫无道理的指责和职场上替人背黑锅的委屈，我们凡夫俗子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满腔的怒火和极度的不甘心。你恨不得马上找他们理论，恨不得把所有的委屈都摊在阳光下，让全世界的亲戚朋友来评评理。你晚上躺在床上，脑子里不断重播那些伤人的话语，气得整夜都睡不着觉，血压不断升高。但是弘一法师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，他说，凡是遇到的皆是该遇到的，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相遇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伤害。佛法讲因果，讲缘起缘灭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说穿了就是4种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那些让你痛苦的人，那些不断折磨你，让你受尽委屈的人，从佛法的因果角度来看，其实都是来找你讨债的。这是一笔跨越了时间的业力之债。当你越是愤怒，越是去争辩，甚至用更恶毒的话去反击的时候，这个怨气就会越结越深。你以为你吵赢了，你以为你争回了面子，其实你在无形之中又跟对方结下了新的恶缘。这个业力的雪球只会越滚越大，这辈子吵不完，下辈子还要继续纠缠。我们来看看以前一位非常受人敬重的老和尚的故事。他年轻的时候，在一间香火鼎盛但生活非常清苦的寺庙里修行。那时候物资缺乏，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。有一天，寺庙里准备用来修缮大殿漏水的功德箱被撬开了，里面信徒们捐献的香油钱全都不见了。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甚至可以说是破坏佛门清规的大罪。当时的当家师傅把所有的僧人都集合在大殿上，他没有明说，却故意在所有人面前若有似无地看着这位刚来不久，平时总是沉默寡言的年轻和尚，用言语暗示，说这个钱就是这位年轻和尚偷的。一时之间，全寺庙几百个出家人的目光全都像刀子一样刺向他。昨天还对他客客气气的同修，今天走过他身边时，就故意发出不屑的冷哼声。大家都在底下交头接耳，用最难听的话批评他。有人说他手脚不干净，有人说他败坏了佛门的清规。从那天起，再也没有人愿意跟他说话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故意避开他。别人把他安排去做最脏最累的工作，去深山里砍柴，去挑水，去清洗全寺庙的厕所。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吗？那种被千夫所指、百口莫辩的孤独与痛苦。如果我们一般人遇到这种天大的冤枉，早就气得跳脚了，肯定会大声喊冤，甚至收拾行李直接离开这个充满偏见的地方。但他没有，他一句话都没有为自己辩解。别人骂他，他就默默听着，脸上没有任何愤怒和委屈的表情，只是低着头继续扫他的地。别人不理他，把最重的工作丢给他，他就安静地去做那些粗重的苦工。冬天的时候，山上的井水冷得刺骨，他的双手冻满了裂痕，通红破皮，但他依然每天默默地挑水，一边挑水，一边在心里默念阿弥陀佛。他每天晚上回到寮房，依然虔诚地在佛前顶礼，他的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。他把这一切的屈辱都当作是菩萨对他的考验，都当作是自己在偿还过去生中欠下的业债。他知道因果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人，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。就算真相永远不大白，
只要自己的心是清白的，又何必去向世人证明什么呢？就这样，春去秋来，整整过了大半年。这位年轻和尚就这样在众人的冷眼与唾骂中默默地修行着，直到有一天，当家师父再次把大家召集到大殿上。当家师父打开了神桌底下的一个隐秘抽屉，拿出了当初那包所谓被偷走的香油钱。当家师父流着眼泪，在大众面前深深地向这位年轻和尚鞠了一个躬，然后公布了真相。原来香油钱根本没有丢，这一切都只是当家师父为了考验这位年轻和尚的忍辱境界，故意设下的一个极其严苛的局。当家师父看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，想要成就他的大道，所以给了他这个最艰难的试炼。当真相大白的那一刻，全寺庙的僧人都震惊了。那些曾经辱骂过他、排挤过他的人，无地自容，纷纷羞愧地低下头，甚至有人走到他面前跪下来痛哭忏悔。可是你看这位年轻和尚，面对大家的忏悔，他也没有显出任何骄傲或终于沉冤得雪的神情，他依然只是淡淡地微笑着，双手合十，念了一句阿弥陀佛，仿佛这半年来的折磨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面对这么大的委屈，他不争辩也不动怒，这就是极致的随缘心。这也就是佛经里说的忍辱波罗蜜。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极度震撼的启发，不争辩其实是世间最高的智慧。我们在生活里总是太急于去解释自己，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，但你仔细想想，那些因为一点小事就对你恶言相向的人，那些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伤害你的人，他们的心里其实充满了苦痛与无明，他们只是把心里的垃圾倒在了你的身上。凡事只要你去争，你的心就被外面的境给转动了。我们要在生活里明白一个道理，别人怎么对你，那是他的因果，你怎么对待别人，这是你的修行。如果你一直抓着别人的错误不放，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那你永远都无法解脱。当别人误解你的时候，当亲人伤害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这是我前世欠他的，这辈子他来讨了，我欢欢喜喜地还给他。他骂我几句，我的业障就消掉几分。他占了我的便宜，我的福报就会在另一个地方长出来。当你不随着别人的恶意起舞，内心不再起波澜，甚至看着他们发脾气的样子，你能生出一丝怜悯，觉得他们这样生气其实也很可怜的时候，那么恭喜你，这笔业力之债在这一刻就真正还清了。那个曾经让你气得半死的人，从此以后再也无法牵动你的情绪，你的心自由了。如果你现在也正在经历某些委屈，正在面对一些难以化解的恶缘，不管是家里的纷争，还是外人的误解，请你深深地吸一口气，在心里明白，这说明你正在还债，也正在消业。业障消一分，福报就长一寸。请你在留言区留下这8个字：恶缘远离，随缘自在。让这份清净的愿力帮助你把这段恶缘彻底转化，迎接真正的福报。第二种心境叫做清净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开始能够慢慢放下对物质和外在名利的强烈执着，在最简单的粗茶淡饭里尝到了无上的法喜与平静。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，是不是总是汲汲营营，每天眼睛一睁开，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多赚一点钱，怎么让日子过得比别人更有面子。我们忙着比较谁买的房子地段更好，谁换了更新的车子。我们总以为拥有的越多，人生的福报就越大。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岁数，你可以静下心来看一看周遭的生活，
我们很多人的痛苦其实都是比出来的。你去参加老同学的聚会，或者是过年过节亲戚聚在一起吃团圆饭，大家表面上在寒暄，其实话里话外都在暗暗较劲。张三说他的儿子今年又升了经理，李四说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开诊所的医生，王太太说她的孙子考上了第一志愿。你听了之后，本来觉得自己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挺好的，心里突然就不平衡了。回家看到自己的孩子每个月领着普通的薪水，你忍不住就要念叨几句，甚至会责怪老伴当年没有多赚一点钱。你心里觉得憋屈，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比别人少努力，凭什么老了还要输人家一截？又或者，我们开始对衰老和疾病产生了极大的恐惧，我们害怕身体出毛病，于是听信各种电台或是街坊邻居的推荐，买了一罐又一罐昂贵的保健食品，家里的柜子塞满了各种号称能延年益寿的药材，很多甚至放到过期了都舍不得丢。我们把家里塞得满满的，旧衣服舍不得丢，用不到的纸箱和塑胶袋也要捡回来堆在阳台，总觉得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用到。我们紧紧抓着这些物质不放，以为这样就能抓住安全感，以为拥有的物品越多，心里就越踏实。但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我们的房子越来越拥挤，连走路的空间都变小了，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沉重。我们每天都在为这些身外之物烦恼，哪里还有什么快乐可言？你花了大半辈子积蓄买来的高级名床，并不能保证你每天晚上都不失眠。你买了满柜子的补品，也挡不住岁月在身上留下的痕迹。你看着身边的老朋友一个接着一个离开，没有一个人能带走哪怕是1块钱，一件漂亮的衣服。这个时候你才会幡然醒悟，真正的福报其实从来都不是那些外求的财富和名利。真正的福报是每天早晨醒来，你能自己安稳地走下床，是你能安心地走到家附近的公园去散散步，呼吸一口清晨微凉的空气，看看树上的小鸟，是回到家后能平静地喝一杯温热的茶，配上一碗最简单的地瓜粥和几盘传统的酱菜。没有人催促你，你的心里也没有任何的挂碍与担忧，不用去烦恼明天的业绩，不用去操心儿女的房贷。这种打从心底涌现的安宁，这就是清净心。以前有一位住在深山偏远乡下的老婆婆，她不识字，一辈子也没读过什么大经大论，更不懂那些高深的佛理名相。她住在一间非常简陋的土脚托里，屋顶有时候下大雨还会漏水，屋子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张木桌，她每天吃的就只是自己种的青菜和一点稀饭，生活非常清苦，但她非常虔诚。她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，那就是念佛。她每天都会坐在那张木桌前，手里拿着一串早就磨得发亮的旧念珠，专心致志地念诵观世音菩萨的6字大明咒。只是因为她不认得字，当年教她念咒的人也带有很重的乡音，她凭着听觉记下来，把最后一个字念错了，念成了干嘛呢巴咪牛。为了计算自己每天念了多少遍，她准备了2个破碗，一个碗里装满了黄豆，她每念一句盼嘛呢巴咪牛，手边的黄豆就会自己发出淡淡的微光，然后神奇的凌空跳动，从这个碗跳到另一个碗里去，用来计数。为什么豆子会自己跳动？这不是什么法术，而是因为他的心极度清净。他念咒的时候，心里没有求财，没有求寿，没有去想明天要吃什么，也没有去想谁对他不好，他甚至连一丝杂念都没有。他的心就像是一块纯净无瑕的水晶。这份纯粹到极点的清净心，
引发了宇宙间不可思议的能量共振。后来有一天，有一位云游四海、精通经教的修行人路过这个村子，他穿着讲究的海青，远远的就看到老婆婆的破茅屋屋顶上竟然散发着祥和的金光。他觉得非常惊讶，心想这里一定住着一位得道的高人，于是特地走过去拜访。当他走到窗前，听见老婆婆念咒的声音，眉头却皱了起来。他觉得自己非常有学问，于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走进屋里，好心纠正他，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念错了，这最后一个字不念牛，应该是念惨才对，发音要准确，这咒语才会有功德啊。”老婆婆一听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她心里顿时起了巨大的波澜，起了极大的懊悔和恐慌。她觉得自己真是太愚笨了，大半辈子每天念几千几万遍，竟然全都念错了，这下子以前的功夫不就全都白修了吗？当这位修行人离开后，老婆婆换成了正确的发音，再次开始念诵贡玛那巴咪贡。可是这一次，当她念的时候，她的心里有了挂碍，她一边念，一边在心里怀疑自己这样念到底对不对，一边去注意自己的发音到底标不标准。她的心里有了对与错的分别心，有了得与失的计较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桌上的那颗神奇的豆子再也没有发出光芒，也再也跳不起来了，静静地躺在碗底，一动也不动。那位修行人走到半山腰，回头一看，发现茅屋屋顶上的那道祥瑞金光瞬间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灰暗的气息。他这才猛然惊醒，发现自己犯下了多大的错误。他用表面的知识破坏了一个人最珍贵的清净心。原来真正有力量的从来都不是咒语的发音，而是那颗清净无染的心。修行人赶紧跑回去，跪在老婆婆面前向她忏悔，告诉她说：“老菩萨，我刚才是跟您开玩笑的，您原来念的那个牛才是对的，请您继续照原来的方式念吧。”老婆婆听了，心里的大石头终于放下了，露出了安心的笑容。她再次开心地念起噶玛那巴咪牛，她的心又回到了那种什么都不想的清净状态。没过多久，那颗黄豆又开始欢快地跳动起来，屋顶的金光也再次亮了起来。这个故事我们很多老一辈的人可能都听过，它告诉我们一个极为深刻却常常被我们遗忘的佛理清净心，胜过世间一切表面的形式与规矩。佛法教我们清净，不是教你什么都不要，不是叫你把家里的钱都捐出去，然后饿着肚子修行，更不是要你放弃生活，整天冷冰冰地对待家人。真正的清净是教你不要被外在的物质和世俗的标准给绑架了。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一样，你穿一件几百块的棉质衣服和穿一件几万块的名牌衣服，用来保暖的功能是一样的。你睡在一张普通的木板床上和睡在一张进口的豪华软床上，只要你心里没有烦恼，你能一觉到天亮，那种安稳的感觉也是一样的。当你不再去羡慕别人手上的金镯子，不再去比较谁的退休金领得比较多，当你走进菜市场，不再为了几块钱跟菜贩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，而是能欢喜地买下一把新鲜的青菜，你的心不再被那些无谓的比较给牵绊，不再执着于拥有的多寡。你的心一旦清净了，即使每一天只是吃一碗最简单的白饭，配上一点腌萝卜或是酱菜，你都能品尝出米饭的甘甜，感觉到无比的幸福与知足。你会发现，原来快乐的门槛可以这么低，原来福报一直都在你的身边，只是以前你的心太满了，装不下它们，放下多余的执念，
把家里用不到的东西清理掉，把心里那些沉重的比较心也清理掉，把心里的空间腾出来，福报自然就会像阳光一样涌现进来。如果你也愿意从今天开始学着清理自己内心的杂物，学习过一种简单、知足而自在的生活，请你在留言区留下这8个字：心生清净，福报自来。为自己种下一颗清净的种子，让福报在你生命的下半场自然而然地生长。第3种心境，我们称之为慈悲心，也就是你开始从只关心自己走向了关心他人，用你的愿力化解了身上沉重的业力。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心境转折。我们摸着良心说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走进寺庙，点起那炷香的时候，心里求的其实都是自己，求自己的身体健康，病痛赶快好，求儿女的工作顺利，能赚大钱，求家里平平安安，不要有灾祸。这有错吗？一点错都没有，这是人之常情。我们都是凡夫俗子，总有自己的难处，佛菩萨也绝对不会怪罪我们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满脑子都是我想要什么，我的身体怎么样，我害怕失去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的痛苦就会被无限放大。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中老年的岁数，身体就像是一台开了几十年的老车，零件开始老化，3天2头就得进厂维修。今天这里酸，明天那里痛，血压高一点，血糖高一点，膝盖退化了，走2步路就喘。我们的心里总是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的。我们经常要往医院跑，每次去医院抽血看报告，坐在医院长长的走廊上，坐在外面的候诊椅上，闻着刺鼻的药水味，听着叫号机冰冷的声音。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可怜，甚至会害怕自己将来会成为儿女的负担。你每天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体上，放在自己的感受上。你摸摸膝盖觉得痛，就唉声叹气，感叹自己辛苦了一辈子，老了却还要受这种折磨。你逢人就抱怨自己的病痛，孩子打电话回来，你第一句话就是诉苦。久而久之，家里充满了愁云惨雾，你也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叫做生病的牢笼里。你的眼里只有自己的苦，这个苦就会像一座大山一样死死地压着你，让你连呼吸都觉得困难。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我执。什么是我执？就是把这个我看得太重了，我的身体，我的感受，我的痛苦。当你把所有的念头都聚焦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你的世界就变得非常狭窄。在一间狭窄密不透风的房间里，一点点的痛苦都会被放大成巨大的回音。佛法里常常提到8个字：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我们体会到所有众生的苦痛都和我们息息相关，当我们把全天下的众生都看作是跟自己一体的，就像是你的左手受伤了，你的右手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忙包扎，去抚摸它，因为你们是在同一个身体上。当你愿意去帮助那些甚至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时，我们的心量就会彻底打开。当你的发心变大了，你的心量装得下别人的苦难了，你自己的业障相对的就变小了。以前有一位常年卧病在床的妇人，大概就是40-50岁的年纪，突然生了一种很奇怪的重病，她全身关节酸痛，每天骨头都在痛，痛到在床上打滚。她整夜的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整个人消瘦得不成样子。她到处求医，看了无数的医生，吃了一帖又一帖苦涩的草药，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病情却还是不见好转。每天躺在床上，闻着浓浓的药水味，听着家人因为照顾他
而发出的无奈叹息声。他每天都在家里的观世音菩萨神像面前跪着哭诉，一边流泪一边敲着地板。他问菩萨：我这辈子安分守己，没做过什么坏事，我对公婆孝顺，对丈夫尽心，对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我也常常捐钱到庙里，为什么我这么善良，我的命却这么苦？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折磨我，让这个病折磨着我不肯走？他的内心充满了怨恨，觉得全世界都欠了他。这份痛苦让他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，家人稍微照顾得不周到，他就破口大骂。整个家里乌烟瘴气，没有一丝笑容。后来村子里来了一位非常有智慧的老和尚，家人把老和尚请到家里来，希望能为妇人念经消灾。老和尚看了看这位面容憔悴、眼神充满怨毒的妇人，听着她不停地抱怨自己的苦痛，老和尚摇了摇头，没有帮她念经，也没有给她开药。老和尚只对她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女菩萨，你的苦杯子已经满了，是因为你的眼睛只死死盯着你自己的杯子。你从今天起，不要再在佛前求你的病好了。妇人一听愣住了，觉得非常荒谬。不求病好，那我求什么？老和尚接着说：你每天只要有力气走动，你就走出这个房间，去帮别人做一件小事，默默地做，绝对不要让别人知道是你做的，也不要求任何回报。你把求自己病好的心转成去减轻别人痛苦的心，你去试试看。这位妇人半信半疑，心想我自己都病得快死掉了，痛成这样了，连走路都没力气，哪有心力去管别人？但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就决定死马当活马医，照着老和尚的话去做。他走到社区的中庭，看到地上一片凌乱的积了厚厚一层的落叶。平常他绝对不会去管这种闲事，但那天他拿起扫把，慢慢的吃力地把落叶扫得干干净净。扫完之后，他满头大汗，但看着干净的街道，心里突然觉得轻松了一点。隔几天，他走到传统市场买菜，看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，因为天气冷冻得直发抖，菜还剩下一大半，推车也推不动。妇人走过去，用她仅有的一点力气帮忙推了一把，然后把剩下的菜全部买了下来，还多给了一点钱，让老太太赶快回家休息。看着老太太不断道谢，欢天喜地收拾摊位的背影，妇人的心里涌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流。那一瞬间，她竟然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痛。后来她去医院回诊的时候，坐在拥挤吵杂的候诊区，她看到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发烧哭闹的孩子，急得掉眼泪。这位妇人主动走过去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嫌吵，而是用温柔的声音安慰那位妈妈，分享自己以前带孩子的经验，递给她一张卫生纸，帮她安抚了孩子的情绪。就这样，有时候是拿一点米给社区里生活困难的人，有时候是借一把伞给路边躲雨的陌生人，有时候仅仅是对着一个看起来很沮丧的路人给予一个温暖的微笑。渐渐的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不再整天盯着自己的病痛看，不再去计算今天吃了几颗药，他每天脑子里想的不再是我的病什么时候会好，而是明天我还能去帮谁做点什么。他开始倾听别人的烦恼，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。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苦在众生的苦难面前其实算不了什么。当他看到别人因为他的微小帮助而露出感激的笑容时，他心里生出了一种极大的欢喜心。几个月过去了，他把帮人当成了一种习惯。有一天早上，他醒来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有吃止痛药了。
竟然一觉睡到了天亮。他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发现原本痛得让他痛不欲生的关节竟然没有那么痛了。他的胃口变好了，脸上也重新有了红润的光泽。不知不觉中，他那场连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怪病居然奇迹般的好转了，甚至可以说是不药而愈。这不是什么怪力乱神的神话，也不是菩萨从天上发射了什么神奇的光芒，这就是佛法里最真实的业力转化，这就是心念改变了磁场。当你把注意力从我好痛、我好苦、我的烦恼好大这种自我执着中抽离出来，转移到我能为别人做些什么，怎么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不再以那个狭隘的自我为中心了。你心里那个业力的破洞被慈悲的愿力给补起来了。你的心量一旦打开，就像是把紧闭的窗户推开，让阳光和微风照进来，你的生命频率就改变了。那些原本因为你的执着而紧紧纠缠着你的阴暗业力和病气，在这种强大的慈悲之光面前，因为找不到我这个目标，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，自然就消散了。你用纯粹的善念改变了自己周遭的磁场，这就是慈悲心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当你开始主动想去成全别人，帮助别人，不再凡事斤斤计较自己的得失，不再计较自己吃亏了没有，当你看到别人受苦，你的心里会感到不忍，想要为他们做点什么。看到别人快乐，你的心里会跟着欢喜，那么恭喜你，这是福报降临最高级的信号，这代表你的灵魂层次已经得到了升华，你已经从一个向宇宙索取的人，变成了一个给予这个世界能量的人。因为一个懂得给予的人，他的内心是富足的。宇宙的法则就是这样，你给出去的爱与善意，最终都会以各种不可思议的方式，成倍的回到你自己的身上。如果你现在也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量，把紧握着的双手松开，不再只为自己的健康和财富祈求，而是愿意把爱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请你在留言区留下这7个字：愿众生离苦得乐。千万不要小看这7个字，哪怕只是在手机屏幕前打下这几个字。当你放下私心，为这世间所有受苦的人发出这个巨大的善愿时，你的心念就已经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频道对接上了。十方三世的诸佛菩萨都会感受到你的慈悲来加持你，你身上那些陈年的业障和烦恼，自然就会像阳光下的冰雪一样，渐渐消融瓦解，无量的福报就会围绕在你的身边。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心境上的转变，从随缘心到清净心，再到慈悲心。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问，这些道理我都懂了，那我具体在每天的生活里应该怎么去做呢？佛经上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要你抛家弃子，躲进深山老林里去打坐，而是要在我们每天的柴米油盐、行住坐卧，在我们与家人、朋友、邻居的相处当中去落实。今天我为大家整理了3个微小的行动，不用花你1分钱，也不用花你太多时间，更不需要你去做什么高难度的事情，只要你愿意从今天开始做，把它变成生活里的习惯，你就能慢慢化解身上的业力，把福报吸引过来。第一个微行动是睡前3分钟的关心。我们每天在外面忙碌，接触各式各样的人，听了各种是是非非，心里装满了情绪的垃圾。到了晚上睡觉前，请你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安静地躺在床上，不要再去滑手机看那些八卦新闻，就是在心里回顾一下今天发生的事。如果有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比如今天谁说了一句让你不高兴的话，你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，都过去了，这笔债我还清了，我放下了。
如果有遇到别人帮了你一个小忙，你在心里对他说一句：谢谢你，愿你平安，就这么简单。这睡前的3分钟感恩与放下，就是在帮你的心灵做一次大扫除，把白天的恩怨情仇通通归零。带着这样清净的心入睡，你的业障就会在每天晚上的睡眠中不知不觉地消退。第二个微行动是日常说话的柔软与修行。你可能没有发现，我们人生中很多时候的业障都是从我们自己的嘴巴里漏出去的。遇到一点点不顺心的事情就大声抱怨，看到看不惯的年轻人就严厉批评，这些恶口和两舌都在无形中消耗我们累积的福报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练习说柔软的话。当你火气上来，想骂人，想抱怨的时候，先深呼吸3口气，把那句伤人的话吞回去。当家人不小心做错事的时候，把指责改成包容，说一句没关系，下次小心就好。你要知道，你嘴里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你给这个世界的能量。你说出的话越温和，越体贴，你结下的善缘就越多，你收到的善意和福报就会像回音一样回到你身上。第3个微行动是生活里最简单的随手布施。很多人一听到布施，就以为是要捐很多钱给寺庙，其实不是的。佛法里的布施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当你早上走出家门，给大楼管理员一个真诚的微笑，说声早安，这叫言布施。当你看到别人的优点，给他一句真心的赞美，这叫言布施。甚至你在公园散步的时候，看到一块石头挡在路中间，你顺手把它踢到旁边，怕别的老人家不小心绊倒受伤。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全都是在利益众生，全都是最亲近的布施。当你把这些小小的善意散播出去，你就不再是一个总是在向这个世界所求的人，而是一个懂得给予、心怀大爱的人。这3个微行动，只要你每天做一点，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你的心变宽了，你不再那么容易生气了，你身边的人变得可爱了，连路边的小花小草看起来都特别有生命力。你生活里的那些违缘与阻碍也跟着慢慢消失了。这就是业障消除，福报降临在我们身上最真实、最美好的体现。走到这里，我们已经谈完了观世音菩萨这3种不可思议的心境转变，也分享了3个生活中的微小行动。其实，真正的消业障从来都不是天降奇迹，把你的困难直接变不见，也不是菩萨把你身上的病痛直接拿走，而是菩萨赐给了你一种全新的智慧，让你懂得转念，让你的心不再被外境所转。当你有了随缘心，不再纠结那些伤害你的人，不再去计较谁对谁错，你的心就从怨恨的牢笼里解脱了。当你有了清净心，不再被物质的欲望和世俗的比较给绑架，懂得享受一碗白饭的香甜，你的生活就真正的自在了。当你有了慈悲心，愿意走出自己的小世界，把爱和温暖给予身边那些同样在受苦的人，你的福报就如虚空般无量无边了。这3种心境就像是菩萨教给我们的3把金钥匙，打开了我们生命里原本就有的无穷无尽的宝藏。人生的下半场，拼的不再是谁的财富多，谁的地位高，谁的孩子比较有出息。到了这个年纪，拼的是谁的心里更干净，谁的灵魂更轻盈，谁在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能够走得更从容、更自在。我们能在这里相遇，能够透过这个屏幕，一起用这几十分钟的时间，静下心来探讨这些佛法的智慧。这本身就是一种极深极难得的缘分，这说明你的善根已经具足。在影片的最后，
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佛法说，心念的共振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力量。当我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共同发出一个善念的时候，这个正向的磁场能够直达天庭，能够化解世间许多的戾气和灾难。请你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留下你对自己、对家人，或者是对这个世界的祝福。你可以写愿家人平安健康，无病无痛。你可以写愿一切恶缘远离，善缘相随。你也可以写下一句最简单却最有力量的阿弥陀佛，或者是观音菩萨的心咒干特玛那巴咪藏。无论你写下什么，只要是出自你内心最真诚的善意，这就是一次最圆满的法布施。当后面的观众看到你的留言，他们的心里也会因为你的祝福而生出欢喜，这份欢喜心又会化作更大的福报，回向到你的身上。这就是善的循环，无休无止。愿今天这支影片能成为你生活里的一束光，在你觉得苦的时候，觉得累的时候，觉得全世界都不理解你的时候，给你一点点温暖和力量。修行在于心，福报在于念。愿我们都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心无挂碍，福慧双增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内容对您的内心有一点点的触动与平静，邀请您点击订阅这个频道，让我们未来能继续在佛法的智慧中相伴。也欢迎您将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可能需要这份温暖的亲友。这份随手的法布施，也是在为自己广结善缘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